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坐在高档餐厅的角落里，看着李梦瑶挽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进来。这是我们本该举办订婚宴的地方，我提前1周预定好的餐厅，但现在这里却成了我的退婚现场。程远，我们谈谈。李梦瑶冷静地坐到我对面，那个男人就站在她身后，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你发消息说要退婚，我来是想当面确认。我的声音比我想象中平静得多。李梦瑶叹了口气，程远，我们在一起5年了，但你还是那个小小的部门主管，每天按部就班上下班，没有一点上进心。上进心？我苦笑一声，我不够上进吗？你看看人家赵明，比你小2岁，已经是公司高管了。李梦瑶指了指身后的男人，我需要一个能够与我匹配的伴侣，能一起向上爬的人。赵明伸出手，程兄弟，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见面。我是赵明，德维集团市场部副总。我看了看他的手，没有回应。你们约我来，就是为了让我看你们有多般配。李梦瑶眼中闪过一丝不悦。程远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，但我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考虑。你太没有野心了，跟了你，我看不到希望，所以我们5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。我问道，人总是要向前看的，我希望你能理解。李梦瑶的语气中竟然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怜悯。服务员端上来1瓶香槟，赵明示意倒上来，为新的开始干杯。你们请便，我还有事。我站起身准备离开，赵明叫住我，程兄弟，别这么小气嘛，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有个大项目，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可以随时找我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们，赵总真是好意，不过我的事情不劳你操心。李梦瑶有些不自在地站起来，程远，我希望我们能好聚好散，这是你的东西，我都整理好了。他递给我一个小纸袋，我接过纸袋，里面是我们5年来的合照和几件小礼物。谢谢，我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。正当我转身要走，餐厅门口突然走进来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李梦瑶的闺蜜韩雨晴。她看到我们的情景，脸上闪过一丝不安。程远，你真的来了？韩雨晴小声说道，看来她是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的。雨晴，你怎么来了？李梦瑶明显不太高兴。韩雨晴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李梦瑶和赵明，最终走到我身边。我是来看看程远的。不用了，我正要走。我淡淡地说，那我送你。韩雨晴坚持道。李梦瑶皱起眉头，雨晴，梦瑶，你不是已经做出选择了吗？韩雨晴的声音难得的冷硬，那就不要干涉别人的选择了。我看了看韩雨晴，点点头，转身离开了餐厅。走出门的那一刻，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那个已经尘封5年的号码。爸，我考虑好了，我愿意回去接手公司。电话那头，父亲沉默了一瞬，随后轻声说道，终于想通了，是时候了。我看了一眼跟出来的韩雨晴，对她点头示意后，便走向停车场。回到公寓，我打开灯，看着这个住了5年的地方。客厅里还摆着我和李梦瑶的合照，厨房里挂着她最喜欢的围裙，这里的一切都有她的痕迹，却没有一处是真正属于我的。我走到书房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一摞文件，这是5年来父亲不断送来的公司文件，也是我瞒着李梦瑶偷偷处理的工作。5年前，我刚大学毕业，父亲希望我能直接接手程氏集团的运营，但我想先体验普通人的生活，也想找到真正爱我
而不是爱我身份的人。于是，我和父亲约定，给我5年时间，用程远这个名字，而不是程家太子爷的身份去生活。那时遇见李梦瑶，她是公司新来的文员，充满活力和梦想。我们很快相爱，我以为找到了生命中的那个人。为了不让他怀疑，我选择做一名普通的部门主管，每天按时上下班，但背地里，我仍在为家族企业工作，每天深夜处理公司文件，远程参与重大决策。我记得他第一次加班时，我送去的宵夜；他第一次因工作失误哭泣时，我熬夜帮他重做的方案；他生日时，我省吃俭用买的那条项链。我曾以为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。砰砰砰，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打开门，是韩雨晴站在那里，手里提着2杯咖啡。我猜你现在需要一些陪伴，她微笑着说，可以进来吗？我侧身让她进来。韩雨晴环顾四周，你居然没有摔东西，挺让我意外的。摔东西解决不了问题。我接过他递来的咖啡。你真的打算就这样放手，不争取一下？韩雨晴问道。我靠在沙发上，争取什么？一个不爱我的人，也许他只是被赵明的地位和金钱迷惑了。我苦笑一声，那更没必要争取了。韩雨晴叹了口气，梦瑶她不知道你为她做了多少。那次他因为失误差点被开除，是你连夜修改的方案。他生日那条项链，你吃了3个月泡面才买下的。他想要的那个项目，是你主动让给他的。你知道，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。韩雨晴轻轻点头，我都看在眼里，但他只看到了表面的你，一个没有上进心的普通男人。没关系。我摇摇头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父亲发来的消息。明天上午10点，公司会议室，正式交接。韩雨晴看了一眼屏幕，疑惑地问，交接？什么交接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告诉他，我要回去接手家族企业了。家族企业？他惊讶地睁大眼睛。我是程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这5年我一直在隐瞒自己的身份。我平静地说。韩雨晴愣住了，半晌才回过神来。所以，你其实……对，我并不是那个没有上进心的小主管。我笑了笑，我只是想找个真心爱我的人，不是爱我的身份和财富。梦瑶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了。我喝了一口咖啡，明天开始，我就要回到真实的自己了。韩雨晴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问道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为什么你从来不在梦瑶面前展示你的能力，哪怕1次也好？因为我想知道，在我最普通的时候，是否有人愿意真心爱我？我看向窗外的夜色，很遗憾，答案是否定的。并不全是否定的，韩雨晴轻声说，至少我一直都……他的话没有说完，但我听懂了他的意思。我们相视一笑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窗外的月光洒在地板上，映出2个人静坐的身影。5年的付出，终于让我看清了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。清晨，我站在镜子前，换上许久不曾穿过的定制西装，黑色的面料，裁剪得体，完美的勾勒出我的身形。这是真正的我，程氏集团的继承人，而不是那个毫无上进心的部门主管。父亲已经在公司等我了。5年前，他给了我自由选择的机会，如今我终于要回归。手机响起，是韩雨晴发来的消息，加油，做真实的自己。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驱车前往程氏集团总部，熟悉又陌生的大楼映入眼帘。
前台小姐看到我，恭敬地鞠躬：“程少，董事长在顶楼等您。”电梯直达顶层，父亲站在落地窗前，背影略显疲惫。听到脚步声，他转过身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。回来了，他简单地问。我点点头，我准备好了。这5年，你过得怎么样？父亲问道，语气中带着关切。有收获，也有失望。我走到他身边，望着窗外的城市景观，但我不后悔。父亲拍拍我的肩膀，人生本就是一场体验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过程都是值得的。他顿了顿，你的未婚妻呢？听说你们订婚在即，分手了。我平静地说，他嫌我没有上进心。父亲苦笑一声，真是讽刺。他走向办公桌，拿出一叠文件，这是最近的项目资料，其中有一个是与德维集团的合作案，你先熟悉一下。我翻开文件，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，德维集团市场部副总赵明。更令我意外的是，李梦瑶竟然是这个项目的联络人。怎么了？父亲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。没什么，我合上文件，只是发现一些巧合。父亲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点点头道：那我们下午召开董事会，正式宣布你的接任。走出父亲的办公室，我径直前往人事部，给我调出德维集团相关人员的资料，特别是他们的市场部副总赵明。半小时后，一份详细资料放在我面前。赵明，35岁，德维集团市场部副总，3年前从程氏集团跳槽而去，曾因内部信息泄露遭到调查，但最终证据不足被释放。这就有意思了，李梦瑶选择的男人竟然是公司的前员工，还有过不光彩的记录。我继续翻阅资料，发现德维集团最近在积极争取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，而这个项目恰好是程氏集团的核心布局。赵明作为项目负责人，极力推动合作。看来他接近李梦瑶，不仅仅是因为爱情啊！我自言自语道。就在这时，秘书敲门进来：“程少，德维集团的人已经在会议室等候了，他们希望讨论合作项目。”谁来了？我问道。赵明副总和他们的项目联络人。我勾起嘴角，正好，我亲自去会会他们。走向会议室，我调整了一下领带。5年的普通人生活结束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让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。推开会议室的门，我看到赵明正背对着门口，而李梦瑶坐在一旁整理文件。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。听说德维集团想与我们合作，我开口道。赵明转过身，笑容还挂在脸上。是的，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有诚意的。话说到一半，他的笑容凝固了。李梦瑶也抬起头，看到我站在那里，顿时瞪大了眼睛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怎么了？看到老朋友很惊讶吗？我走进会议室，坐到主位上。我是程氏集团新任总裁程远。会议室内气氛瞬间凝固，李梦瑶脸上的震惊久久无法消散，赵明则勉强维持着职业性的微笑，但眼底的慌乱已经出卖了他。程总，真是巧啊！赵明干笑2声，没想到您就是程氏的新任总裁。我靠在椅背上，不紧不慢地说：是啊，真巧，昨天你还叫我程兄弟，今天就变成程总了。李梦瑶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：程远，你怎么会是程氏集团的总裁？我替他说完。很简单，因为我本来就是程家的人。赵明眼睛一转，立刻调整姿态：程总，关于我们的合作项目，德
德维集团已经准备了详细的方案，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。我接过他递来的文件，随手翻了翻。这个项目我已经看过了，恐怕不能按照你们的想法进行。赵明脸色一变，为什么？我们的条件已经很优惠了。我合上文件，因为这个项目对程氏集团至关重要，我们决定自己开发。这不可能！赵明一下子站起来，随即意识到失态，又急忙坐下。我是说，程总，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工作，那些工作可以作为参考。我平静地说，如果德维集团有其他合作意向，可以另行提出。李梦瑶坐在一旁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如果知道我是程家的人，他还会选择退婚吗？会议结束后，赵明匆忙离开，而李梦瑶却留了下来。程远，我们能谈谈吗？他的语气已经软了下来。我看了看手表，抱歉，我还有董事会要参加，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秘书预约。你就这么绝情吗？李梦瑶的眼圈微微发红。昨天才分手，今天你就……我打断他，昨天才分手，李小姐，明明是你提出的退婚，现在又来说我绝情。我不知道你是程家的人啊。他终于说出了心里话，随即意识到失言，慌忙解释道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能力，所以如果知道我是程家的人，你就不会退婚了。我冷笑一声，那更证明我们不合适。正在这时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韩雨晴走了进来。程总，董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他穿着职业套装，手里拿着平板电脑，整个人散发着干练的气息。雨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李梦瑶更加惊讶了。韩秘书是我的得力助手。我向韩雨晴点点头。我们走吧。走出会议室，韩雨晴小声问我，还好吗？没什么不好的。我平静地说，心里却感到一丝轻松。董事会上，父亲正式宣布了我接任总裁的消息。会后，各部门负责人纷纷前来祝贺，他们中有些人认出了我，曾经的那个默默无闻的部门主管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他们的老板。晚上，我和韩雨晴在办公室整理文件，他突然问道，今天见到李梦瑶和赵明，感觉如何？比我想象中平静。我停下手中的工作，也许是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了。真的吗？韩雨晴眨了眨眼睛。我笑了笑，真的。倒是你，什么时候成了我爸的助理？3年前。他低头整理文件，当时我刚毕业，通过校招进入程氏集团，没想到会遇到你，更没想到会认识李梦瑶。我恍然大悟，所以你一直都知道我的身份。韩雨晴点点头，但我答应了程叔叔，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。所以这5年我一直看着你为李梦瑶付出，却得不到同等的回报。韩雨晴轻声说，有时候真想告诉他，他错过了什么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问道，那天在餐厅，你为什么要出现？韩雨晴抬头看我，眼神清澈，因为我不想让你一个人面对那种场面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，也许真正值得托付的人，一直都在我身边。第2天，公司官网和各大媒体同时发布了程氏集团新任总裁上任的消息。我的照片出现在各大财经版面，而李梦瑶也终于知道她曾经退婚的那个没上进心的男友，如今已经站在了她无法企及的高度。1周后，李梦瑶主动申请调到总部工作，成为了市场部的一名普通员工。他
他的请调申请经过人事部，直接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韩雨晴问道。我思考片刻，按照常规程序走吧，既不优待，也不苛刻。韩雨晴点点头，转身要走，又停下脚步。对了，赵明今天又来了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让他等着吧。我签完最后一份文件，下午3点见他。3点整，赵明准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。与上次相比，他的态度更加恭敬，甚至带了一份昂贵的礼物。程总，上次的事情是我考虑不周。他放下礼物，希望我们能重新商讨合作事宜。我没有接受礼物。赵总，商业合作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，而不是私人关系。赵明尴尬地笑了笑。当然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告诉您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李梦瑶已经和我分手了。赵明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怨恨。他说他仍然爱着你。我挑了挑眉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程总，我知道你们之前的关系。赵明凑近一步，如果您能考虑重新接受他，我可以。可以什么？我冷冷地问。可以为程氏集团提供一些内部信息。赵明压低声音，比如德维集团在南城项目上的底价。我站起身。赵总，我想你误会了。第一，我和李梦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，程氏集团不需要通过这种手段获取信息。第三，我指向门口，请你立刻离开。赵明脸色阴晴不定，最终还是悻悻地离开了。我叫住韩雨晴，通知法务部，密切关注德维集团的动向，尤其是赵明的一举一动。这个人不可信任。下午的部门会议上，市场部提出了一个新项目——南城商业广场的开发计划。这正是德维集团一直想要的项目，也是赵明提到的那个。这个项目竞争很激烈，市场部经理说，德维集团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我思考片刻，那就组建专项团队，集中精力攻克这个项目。市场部经理犹豫了一下。程总，有个建议。李梦瑶之前在德维集团负责过类似项目，他对竞争对手的情况比较了解，也许可以让他参与。会议室里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李梦瑶的过往。如果他有能力，可以参与。我平静地说，但必须遵守公司的保密协议，不得有任何信息泄露。会后，李梦瑶主动来找我，她已经换上了职业装，整个人看起来干练许多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她说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这只是工作。我淡淡地说，不要想太多。李梦瑶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开口道，程远，关于我和赵明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恭喜你做出了明智的决定。我没有多看他一眼，不过这与我无关。李梦瑶的眼圈微微发红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但请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不必了，我打断他。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们只是上下级关系。几天后，南城项目的第1轮竞标开始，程氏集团和德维集团同时入围，而赵明作为德维集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。会议上，赵明咄咄逼人，不断强调德维集团的实力和经验，而我们的团队则冷静应对，用数据和方案说话。程氏集团缺乏这类项目的经验。赵明在发言中直指我们的弱点，而且最近人事变动频繁，恐怕难以保证项目的稳定运行。这是一个明显的挑衅。在场所有人都看向了我，我微微一笑。赵总提到的问题确实存在，但正因如此，
程氏集团更加重视这个项目，我们投入了最优秀的团队和最新的技术。至于人事变动，我直视赵明，反而是德维集团应该担心的问题。毕竟贵公司的核心人员流动率一直很高。赵明脸色一变，他知道我在暗指他从程氏跳槽的历史。会议结束后，项目方表示将在1周内公布结果。回到公司，韩雨晴告诉我一个消息：赵明正在暗中联系我们的员工，企图获取内部信息，包括李梦瑶吗？我问道。韩雨晴点点头，他昨天约他吃饭，但被他拒绝了。我沉思片刻，密切关注，但不要打草惊蛇。晚上加班时，我在茶水间遇到了李梦瑶，她正在整理项目资料，看起来疲惫不堪。程总，他看到我，立即站直身体。南城项目的补充方案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接过文件，随口问道：听说赵明找你了？李梦瑶愣了一下，随即苦笑：公司里没有秘密啊，他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？项目的底价和我们的竞标策略。李梦瑶直视我的眼睛，但我拒绝了。我点点头，做得对，不是为了表现给你看，他轻声说，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。我没有回应，转身离开。但走到门口，我还是停下脚步，注意休息。明天还有重要会议。南城项目的最终竞标日到来，双方团队都做了充分准备。会场上气氛紧张而凝重。我刚走进会场，就接到了韩雨晴的紧急电话：出事了，财务部发现一笔异常资金流动，怀疑是有人泄露了我们的竞标方案。查到是谁了吗？我压低声音问道。证据指向李梦瑶。韩雨晴的声音中充满担忧。他的电脑在昨晚访问了核心文件，而且有一笔5万元的转账刚刚打入他的账户。我心头一沉，继续调查，不要打草惊蛇，我会处理这边的事情。挂断电话，我看向不远处正在和同事交谈的李梦瑶。他真的会背叛公司吗？为了赵明，还是为了报复我？竞标开始，德维集团先行展示，赵明胸有成竹地介绍他们的方案，数据和图表看起来异常完美，甚至包含了一些本应该只有我们才知道的细节。这个混蛋！市场部经理小声咒骂，他肯定拿到了我们的内部资料。轮到我们展示时，我临时调整了策略，避开了可能泄露的部分，着重强调程氏集团的创新理念和社会责任。展示结束后，评委们进入讨论环节。我走到休息区，看到李梦瑶正坐在角落里，神情凝重。程总，他看到我，急忙站起来。我有话要说。我示意他跟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我知道公司在调查我。李梦瑶直接开门见山，但我没有泄露任何信息。那5万元转账怎么解释？我冷冷地问。那是赵明强行转给我的。李梦瑶眼中闪过一丝坚定。昨晚他约我出去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谈。见面后，他威胁我，如果不提供信息，就会散布我和他的不实绯闻，影响我在公司的声誉。然后呢？我拒绝了他，但他执意赚了钱给我，说这只是开始。李梦瑶咬了咬嘴唇。我回去后立即写了一封邮件，说明情况，抄送给了法务部和人事部。我拿出手机，果然看到了这封凌晨1点发出的邮件。至于电脑访问记录，李梦瑶继续说，我确实登录了系统，但那是因为我发现有人用我的账号远程登录，所以我紧急修改了密码。这个解释合情合理，但我还是有些怀疑。你有证据吗？
李梦瑶从包里拿出一个录音笔，我录下了整个对话过程。我按下播放键，清晰地听到赵明的威胁和李梦瑶的拒绝。录音中，赵明甚至承认了他曾经从程氏集团窃取商业机密的事实。这时，韩雨晴匆忙赶来，程远 IT 部门查到了昨晚远程登录李梦瑶账号的 IP 地址来自德维集团办公楼。我立即打电话给法务部，准备好材料，我们要向项目方提出正式投诉。重新回到会场，评委会正准备宣布结果，赵明站在那里，脸上带着胜券在握的笑容。我走上前，打断了宣布：各位评委，抱歉打扰，但我有一件紧急事情需要报告。我将证据一一展示，录音、资金转账记录、远程登录日志，以及李梦瑶的实时举报邮件。德维集团不仅企图贿赂我司员工，还试图嫁祸于人。这种商业行为严重违反了竞标规则和商业道德。我掷地有声地说。会场一片哗然，赵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这是诬陷，他大声辩解。但当录音内容被公开播放时，他再也无话可说。项目方立即宣布暂停竞标程序，对此事进行调查。当天下午，德维集团被取消资格，程氏集团获得了项目的独家开发权。回到公司，所有人都在祝贺这次胜利。李梦瑶站在人群外围，默默地看着我。谢谢你的信任，她走过来说。很多人会直接开除我，我只是相信证据。我回答，你做得很好，公司会给你应有的奖励。李梦瑶摇摇头，我不需要奖励，能洗清嫌疑就已经足够了。她犹豫了一下，程远，我们能私下谈谈吗？我看了看时间，抱歉，我有约了。走出办公室，韩雨晴已经在等我。今天真是惊险，她松了口气。幸好李梦瑶足够机智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她比我想象中更加可靠。韩雨晴看了我一眼，你对她的看法改变了。作为员工，她很优秀，我坦然道，但仅此而已。那就好。韩雨晴微微一笑。对了，你妈妈说今晚要请我吃饭，好像是想感谢我这些年照顾你。我哑然失笑，她还真是操心。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在父母眼里，我们永远都是孩子。韩雨晴眨眨眼，别忘了换衣服，7点钟我来接你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阴谋被揭露，项目获得成功，而我似乎也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心。南城项目的成功让程氏集团声名大噪，我也因此登上了多家财经杂志的封面。隐藏5年的太子爷，从普通职员到商业帝国掌舵者，各种标题层出不穷。我的故事成为了商界的热门话题。这天早晨，我刚走进公司大厅，就看到前台摆满了鲜花和礼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问韩雨晴。都是送给你的。韩雨晴翻了翻卡片，有商业伙伴的祝贺，也有一些追求者的示好。她的语气有些微妙。我摆摆手，都送去慈善机构吧。正说着，电梯门打开，李梦瑶走了出来。自从南城项目后，她在公司表现出色，被提拔为市场部副经理。程总早，她向我问好，然后看了看满地的鲜花。看来程总很受欢迎啊，只是一些客套罢了。我平静地说，对了，今天下午新项目的会议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准备好了。李梦瑶递给我一份文件，我想提前和您过一下要点。正当我们讨论时，
一位身穿高定西装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。程远，好久不见。我抬头一看，是父亲多年的商业伙伴王董。王叔叔好。我伸手相握。您怎么亲自来了？王董笑呵呵地说，当然是为了见见风头正盛的程总啊。对了，我女儿婉婷刚从国外回来，一直说想认识你。我礼貌性地笑了笑，有机会的话，那就这周六吧。王董不由分说地定下时间。我在枫叶山庄设了晚宴，你务必来。送走王董，韩雨晴小声说，王婉婷，盛世集团的千金，据说从小被宠到大，脾气不太好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这些联姻的想法，什么时候才能消停啊？李梦瑶站在一旁，表情有些复杂。我注意到了，但没有多说什么。下午的会议上，李梦瑶表现得异常出色，她对市场的分析和策略建议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。会后，几位董事专门来表扬她，你真的很有眼光。财务总监对我说，这样的人才不该被埋没。我笑而不语。其实李梦瑶一直都很优秀，只是过去我可能太专注于我们的感情，反而忽略了她的才华。晚上加班结束，我正准备离开，电梯门口却遇到了李梦瑶。程总，能耽误您几分钟吗？她有些紧张地问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有什么事？李梦瑶深吸一口气，我想请您周六晚上一起吃饭。我愣了一下，抱歉，我已经有安排了。是王董的晚宴吧？李梦瑶低声说，我听说了，他想让你和他女儿见面。我有些不耐烦，李经理，这是我的私事。我知道。李梦瑶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程远，我想和你重新开始。电梯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。李经理，我强调着称呼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因为那次退婚。李梦瑶抬头看我，眼中带着恳求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当时我被赵明的谎言蒙蔽了，不只是退婚，我打断他，而是我们根本就不合适。李梦瑶不死心地说，可是我们在一起5年，难道你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？电梯到达1楼，门缓缓打开。李经理，我平静地说，不管过去如何，我们都已经翻过那一页了。你很优秀，会遇到更适合你的人。走出电梯，我看到韩雨晴正站在大厅等我。久等了。我走过去，吃饭去吧。韩雨晴看了一眼电梯里的李梦瑶，欲言又止。李梦瑶愣在那里，看着我们离去的背影，眼中满是不甘和悔恨。周六晚上，我准时到达了枫叶山庄，王董亲自迎接，身旁站着一位妆容精致的年轻女子，想必就是王婉婷。程总果然英俊非凡。王婉婷上前打招呼，久仰大名。我礼貌地问候她，然后扫视了一下宴会厅。韩秘书还没到吗？王董愣了一下，没听说要邀请您的秘书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提前说。我微笑道，我邀请了韩雨晴一起参加，她很快就到。王婉婷的表情明显有些不悦，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。当然没问题，朋友越多越热闹。半小时后，韩雨晴姗姗来迟，她穿着一袭简约大方的深蓝色晚礼服，一出现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她走到我身边，小声解释，路上有点堵车。我点点头，然后向王董介绍，这位是韩雨晴，我的秘书。我知道。王董笑呵呵地打断我，程总真是体贴下属。不，我纠正道，她是我的女朋友。这句话一出，宴会厅里顿时一片寂静。王董和王婉婷的笑容僵在脸上，
韩雨晴也惊讶地看着我。女朋友？王董结结巴巴地问。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我微微一笑，因为我们一直很低调，晚宴的气氛有些尴尬，但我和韩雨晴却相谈甚欢。离开时，他拉着我的手走到停车场，然后突然站住。为什么要说我是你女朋友？他直视我的眼睛。因为我不想应付那些相亲，我诚实的回答，然后又补充道，也因为我确实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女朋友。韩雨晴愣住了，随即脸上浮现出一抹红晕。你确定不是一时冲动？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。我握住他的手，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我越来越发现，你才是那个真正懂我、支持我的人。韩雨晴低下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点了点头。我愿意试试。我们相视一笑，在月光下拥抱。然而，当我们走向停车场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那里，李梦瑶。她手里拿着一个小礼盒，显然是等了很久。看到我们手牵手的样子，她的眼神从惊讶变成了痛苦。李经理，我疑惑地问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李梦瑶勉强挤出一个微笑，我只是路过，祝你们幸福。说完，她转身快步离开，留下我和韩雨晴站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父亲60岁生日那天，程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家族晚宴。作为独子，我自然成了宴会的焦点，尤其是带着韩雨晴一同出席后，更是引起了亲友们的热烈讨论。这是要正式介绍未来儿媳妇了吗？几位长辈打趣道。父亲看着我们，眼中满是欣慰。雨晴这孩子我早就看好了，她是稳重又有才华。母亲轻轻拍了他一下，你就别添乱了，孩子们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决定。宴会上，亲朋好友不断上前祝贺，我和韩雨晴应对得体，但心里却有些忐忑。我们的关系才刚刚开始，这样公开会不会太仓促了？韩雨晴似乎察觉到我的顾虑，悄悄捏了捏我的手，别紧张，一切都很好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阵骚动，我转头望去，竟然看到李梦瑶穿着一袭红裙走了进来，她手持请柬，神色自若地向迎宾人员出示。她怎么会有请柬？我皱眉问道。韩雨晴也很惊讶，可能是公司发的，你父亲邀请了不少公司高管。我刚想上前阻拦，父亲却先一步走了过去，和李梦瑶寒暄起来。看他们谈笑的样子，似乎早就认识。趁父亲离开后，我立即走到李梦瑶面前。李经理，今天是私人家宴，不知道你是怎么获得邀请的？李梦瑶微微一笑，是程叔叔亲自邀请我的。我和他上周在一个商业论坛上偶遇，聊得很投机。韩雨晴也走了过来，神色复杂地看着李梦瑶，你真的只是来参加宴会的吗？当然。李梦瑶举起酒杯，我是来祝贺程叔叔生日的，仅此而已。我不置可否，拉着韩雨晴走开。但整个晚上，李梦瑶都表现得落落大方，与各位宾客谈笑风生，甚至赢得了不少长辈的好感。那个李小姐谈吐不错，一位长辈对我说，而且在商界也有些名气了，听说南城项目就是她负责的。我只能敷衍应对，是公司团队的共同努力。晚宴进行到一半，父亲突然宣布要说几句话，所有人安静下来，期待地看着他。今天不仅是我的生日，父亲的声音洪亮，也是我们程家的重要日子。我要宣布，程远将正式接任程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。全场掌声雷动，我也有些意外，父亲之前并没有提过这件事。还有一件事，
父亲继续说道：“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们能够见证程远的幸福。孩子，是时候考虑你的终身大事了。”我心中一紧，这显然是在暗示我和韩雨晴的关系。韩雨晴站在我身边，脸上泛起红晕。就在这时，李梦瑶突然站起身来，声音清晰地说：“程叔叔，我有话要说。”全场的目光立刻转向他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。程远，李梦瑶直视着我，我曾经犯下了一个错误，现在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道歉，并且告诉你，我从未停止爱你。现场一片哗然，韩雨晴的手在我掌心微微颤抖。5年的感情不是假的，李梦瑶继续说。我被虚荣和物质蒙蔽了双眼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身份和地位，而在于2颗相爱的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正准备回应，李梦瑶却又说道：“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，你已经有了新的生活，但我不能不说出来，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。”会场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在等待我的回应。李梦瑶，我平静地说：“谢谢你的坦诚，但正如你所说，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，有了值得我珍惜和守护的人。”我转向韩雨晴，握住她的手，就是他，一直默默支持我、理解我的人。也许我们的故事不够轰轰烈烈，但却是真实而踏实的。韩雨晴眼中泛起泪光，紧紧回握我的手。李梦瑶的脸上闪过一丝痛苦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我明白了，祝你们幸福。说完，他放下酒杯，转身离开。几位女宾客跟了出去，显然是去安慰他。宴会继续进行，但气氛已经变得有些尴尬。父亲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抱歉，我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。”“没关系。”我苦笑道，“这样也好，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。”晚宴结束后，我和韩雨晴站在庭院里，仰望星空。“你还好吗？”我关切地问他。韩雨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道：“你真的一点都不为他的话动心吗？毕竟你们在一起5年。”“曾经也许会。”我诚实地说，“但现在我已经看清楚了，真正适合我的人是谁。”韩雨晴靠在我肩膀上，轻声说：“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初他没有退婚，你们现在可能已经结婚了。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趁虚而入。”“不。”我坚定地说，“如果没有那次退婚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看清他的真面目，也不会发现你的好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应该感谢他。”韩雨晴笑了，“这么说来，我也要感谢他了。”“或许吧。”我也笑了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些伤害反而成了转机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公司保安打来的，说李梦瑶在办公室出了事，情况紧急。我和韩雨晴匆匆赶到公司，电梯直达我们的楼层。走廊上，几名保安和清洁工正紧张地聚在一起。“怎么回事？”我急忙问道。“李经理在您的办公室里。”保安队长回答，“他把自己反锁在里面，还带了一瓶酒。我们担心他会做出什么过激行为。”我和韩雨晴对视一眼，然后走向我的办公室。透过玻璃门，我们看到李梦瑶坐在我的座位上，面前放着一瓶已经喝了一半的红酒。“李梦瑶。”我敲了敲门，“你还好吗？”他抬起头，眼神有些恍惚。“程远，你来了啊，开门，我们谈谈。”我尽量保持声音平稳。李梦瑶摇摇头，“没什么好谈的了，我已经输了，彻彻底底的输了。”韩雨晴也走上前，“李梦瑶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伤害自己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李梦瑶突然笑了。你们以为我要自杀吗？不，我只是想最后看一眼，看看我曾经放弃的是什么。他站起身，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前，打开了锁。对不起，吓到你们了。他苦笑道，我只是有点接受不了现实。5年的感情，说放弃就放弃，我做不到像你那么洒脱。我松了口气，如果你不舒服，我可以送你回家。不用了。李梦瑶摆摆手，我已经叫了车。还有，他看向韩雨晴，恭喜你得到了我错过的幸福。说完，他拿起包，走向电梯。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眼中的泪水终于决堤而出。他会没事的，韩雨晴轻声说，时间会治愈一切。我点点头，但心里却不是那么确定。有些伤痛，或许永远都无法真正愈合。3个月后，公司年度晚会如期举行。作为新任董事长，我自然是全场的焦点。韩雨晴穿着一袭淡紫色的长裙，优雅大方，站在我身边，两人郎才女貌，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。程总和韩秘书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市场部的同事感叹道。李梦瑶也出席了晚会，她已经调任为海外业务部总监，最近一直在筹备公司的国际拓展计划。这3个月来，他一直保持着职业化的态度，我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工作，再无其他。晚会进行到一半，我被叫上台发言，站在聚光灯下，看着台下熟悉的面孔，我忽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1年前的今天，我还只是一名普通的部门主管，我开始讲述，而现在，我站在这里，作为程氏集团的掌舵人，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在这个特别的夜晚，我想借此机会做一件我已经考虑很久的事情。我的话让现场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我。韩雨晴，我直视着站在台下的他，能请你上来一下吗？韩雨晴有些惊讶，但还是走上了台。我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巧的蓝色丝绒盒子，在全场惊呼声中单膝跪地。3个月前，在父亲的生日宴会上，我说你是值得我珍惜和守护的人。今天，我想更进一步，请你成为我一生的伴侣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枚简约而优雅的钻戒。韩雨晴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韩雨晴眼中泛起泪光，微微点头，我愿意。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我为她戴上戒指，然后在众人的祝福声中拥抱了她。目光不经意间扫过会场，我看到李梦瑶站在角落里，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。她举起杯子，向我们示意，然后转身离开了会场。晚会结束后，我和韩雨晴手牵手走在公司楼下的花园里。你知道吗？韩雨晴突然说，我一直都很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我问道。害怕你心里还有李梦瑶，她坦白道。毕竟你们在一起那么久。我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她。我不能说我完全忘记了那段感情，那是我人生的一部分。但是爱情不是回忆，而是现在和未来。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未来我想要的生活也只有你在其中。韩雨晴微笑着靠在我肩上，谢谢你的坦诚。其实我也想告诉你，最初接近你，确实是因为你父亲的安排。我知道，我轻声说，父亲早就告诉我了。韩雨晴惊讶地抬头，你知道？那你为什么？因为重要的不是我们如何相遇，而是相遇之后发生了什么。我握紧他的手，你用真心对我，我感受得到。韩雨晴眼中泛起泪光，谢谢你的理解和信任，
我们继续在花园里散步，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时刻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信，打开一看，是李梦瑶的辞职信。她申请调往公司的国外分部，长期驻外。信的最后，她写道：看到你们昨晚的求婚，我终于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，就真的回不去了。我不再奢望改变什么，只希望能够重新开始。祝你们幸福。我将信递给韩雨晴，她看完后沉默了一会儿。要挽留他吗？他是个人才。韩雨晴问道。我思考片刻，摇摇头。这可能是对大家都好的选择。新环境，新起点，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1周后，李梦瑶离职的消息正式公布。临行前，他来办公室告别，祝你一切顺利。我真诚地说，你是个很优秀的人，会有更好的未来。李梦瑶微微一笑，谢谢。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退婚，我们会怎样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诚实地回答，可能会结婚吧，但我不确定那样的婚姻是否会幸福。李梦瑶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也许有些人注定只是人生中的过客，而有些人才是真正的终点。离开前，他说了最后一句话：程远，谢谢你让我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目送他离去，我感到一种释然。过去的5年，无论是甜蜜还是痛苦，都已成为人生的一部分，但不再是负担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